之前有評論區的小伙伴強烈要求我們要聊一下这位学摄影或者说拍照的小伙伴都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布列松。紧跟着布列松这个名字之后呢，直接跳出来一个词语，可能就是决定性瞬间吧。是，但是呢，这个决定性瞬间呢，因为历史啊、語言啊，還有理解的這樣一些差異呢，其實它已經慢慢的偏離了布列松原來的一個語義了。決定性瞬間在這裡啊，其實它並不是說你拍照要手快，要什麼連拍，然後要碰運氣，它可能是想表達的是一種恰當的選擇。就是在1952年的時候，布列松出了一本書，這本書的法文的名字其實叫 Images à la savate。他在法語這個語境裡邊呢，有一些幽默的，像一個俚語一樣，它比較貼近的意思呢，就是在倉促當中悄無聲息的這樣一種感覺。它其實這個更像是在描寫作者拍攝的時候一種心態和行為。我們比較熟悉的這個版本是後來轉譯成英文了，就變成 The Decisive Moment， 就是我們熟知的這個決定性瞬間。但是決定性瞬間這個詞被轉譯了之後，就變得像一種宣言或者口號。當然了，就它的傳播力度也是很大，結合了一些對布列松的調研和閱讀呢，你就會發現，其實布列松這個人他是非常的謹慎和克制的，他很拒絕把攝影這個東西當成一種主義，當成一種宣言。他曾經引用過一句話，這個話可能是法國的一個紅衣主教說過的一句話，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經歷一個決定性瞬間的。他就等於一下把決定性瞬間這個概念給你拍平了，就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所謂的決定性瞬間在我們的日常裡面天天都在發生，關鍵是你有沒有眼睛能看到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覺得我們說的這個決定性瞬間啊，是布列松他與世界的一種接觸方式，它不是一種主義或者宣言。我們可能從一些攝影史學者口中得出來說什麼什麼流派，什麼什麼主義，這個東西其實只是方便我們系統的去了解和對比不同的藝術家之間的一些學習的手段，並不是知識本身。所以他在訪談中曾經說過啊，說攝影呢其實更像是一種通過訓練而獲得的本能，這種創作能力呢肯定是離不開他一些很豐富的這種人生經歷的。布列松是1908年出生在巴黎近郊的這樣一個區，家境呢也是比較殷實。他自幼學習繪畫，但是漸漸的在生活當中呢就接觸到了相機。到了1928年到29年期間呢，他就在劍橋學習了藝術和英國文學。到了1903年呢，他在藝術上碰到了一個很大的瓶頸，他就給自己放了一個長假，他去了非洲的科特迪瓦，來了一場自我放逐式的出走。在科特迪瓦呢，他經歷了一些疾病、孤獨還有生存的一些考驗，就在1931年的時候又回到了法國。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很關鍵的事件，就是他看到了匈牙利的一個攝影師叫馬丁·穆恩卡奇拍攝的一張照片，叫3個男孩在坦甘伊克湖前。因為他去過那兒，可能他就受到了很大的一個觸動，就是這3個孩子然後在衝向那個坦甘伊克湖的這一瞬間，迸發出來一種活力，一種生命的力量。他當時就覺得照片在這一瞬間可以展現出來這麼多的力量，然後就繼續了投入到了攝影的創作當中，並且在這個時間還有一個很關鍵的事情，就是他發現了徠卡相機。是什麼相機？徠卡相機打錢啊！徠卡這種小巧便捷的135相機就非常符合布列松對這種相機的一個需求。他不是也反覆比喻過說，相機就是我眼睛的延伸，它也是我的速寫本，它能給我一個非常輕巧便利的這樣一個創作條件，讓我能很快的得到一種實踐的反饋。在這個時期呢，因為這種藝術創作和在藝術圈子裡面的發展啊，它就跟當時巴黎非常盛行的超現實主義的這種藝術圈子呢，產生了一些非常廣泛的交集。他的精神層面就受到了布勒東、賈科梅蒂這些人的一些影響，而且據說跟賈科梅蒂私交也很不錯啊，所以我們現在也能看到很多布列松當年給賈科梅蒂拍的一些生活上的照片。然後順着這條線往下看呢，你會發現他拍攝的這種藝術家的肖像啊，簡直就是天花板級別。畢加索、馬蒂斯、杜尚、弗洛伊德、薩特、加繆、培根什麼這種都拍過，就等於他記錄了一個時代的面孔。經過了這段時間的一些創作呢，布列松迎來了他第一個在紐約的個展，叫 Julian Levy Gallery。Julian Levy Gallery 呢，應該是個純私人機構，在當時是最前衛、最先鋒的這樣一個藝術畫廊。他曾經是達利在美國重要的一個代理，然後雷曼、馬斯克、恩斯特，整個超現實這一派的人都在他那兒做過展覽。布列松在1933年在那邊做過一次展覽之後呢，2年之後還是在這個畫廊又做了一場非常有意義的展覽。這場展覽呢，其中還有另外2位非常重量級的人物一起參加，一個是沃克·埃文斯，一個是阿瓦雷斯·布拉沃。這個畫廊他當時是為什麼會把超現實這幫人
人和布列松、沃凱文斯这帮人放在一起啊，就可以看出，其實這個畫廊的經營者或者策展人對攝影這個東西的接納度是非常高的。他是把攝影作為一種新型的藝術形式納入到這種展覽裡邊的。還是要不斷的提醒小夥伴，就是我們要回到當時的那個時代語境下。現在看我展一個攝影的作品不算啥嘛，但是在當時，就像你說的，攝影還不被這個藝術界廣泛認可的一個形態下，他們願意去接納和展覽這一幫藝術家、攝影師的作品，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先鋒的做法。布列松雖然跟超現實主義這個圈子呢有很多的交集，也受到了很多他們的啟發，但是他跟他們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想想，雷曼也是攝影，但是雷曼的攝影就更偏向於去創造一個什麼東西。布列松呢，他是不想異化現實，重構這個現實，他覺得現實其實本身已經有很多很偶然、很出彩的一些地方。布列松在這個時期的作品有很多，你就能看出來是那種受超現實主義一些影響，但是他並沒有說刻意去組合或者再去創造一個東西。可以說他早期的這種創作作品更加的自由，更像是他在表達自己內心的一些世界。確實，你能看出來這個時期的作品，無論是從構圖上還是他的這種主題上啊，都還是能看到一些繪畫的影子。他這個時候畫面其實是具有很強的美感，就有編排過。其實對，他在這種結構和畫面張力的情況下是非常考究的。接下來，世界發生了非常大的一個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布列松呢被徵召入伍了，去抵抗納粹，在1940年不幸被俘了，關押在戰俘營3年。但是他很厲害哦，他越獄逃了好幾次，終於有一次成功的逃出來了。所以說他很傳奇，就他的經歷會影響他這個人，塑造他這個人。他自己也說過，就是人會被自己的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塑造成他的那個樣子。經歷過戰爭啊和戰俘的這種生活之後呢，布列松回歸攝影的時候，就把鏡頭從偶然的形式發現啊，就轉向了在歷史中保持判斷和克制的一種觀看。在這個時期啊，他就很冷靜地拍攝戰後的一些樣貌，戰後人們的精神狀態，但是他也從來不會去過分的宣揚說戰爭的勝利啊，或者去歌頌什麼東西。這些照片你會發現，他的構圖、他的畫面張力在慢慢的往後退，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內容。雖然在這一時期啊，你還是能挑出單張照片很精彩、很抓人，但是它總體的趨向已經變成說，我要用一組圖來說明一個事情。當時啊，布列松、卡帕、大衛·西蒙、喬治·羅傑他們這些人在二戰的時候都是在給雜誌供稿，但是呢，他們同時就是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照片被拿走之後，他們就失去了對這個照片的掌控，因為照片這個東西可以被重新編輯，就可能會產生一些誤導。布列松他就比喻過這個事情，他說我們的照片像文字，但是措辭呢卻是被雜誌社控制的。所以他們在這種前提下呢，成立了馬格南圖片社。他成立的最重要的一個宗旨就是攝影師永遠對他的作品版權有一個掌控。他們湊在一起建立馬格南图片社的初衷，並不是為了風格和流派，而是為了要給攝影師建立一種制度。布列松這個人其實很謹慎、很克制，他不想讓人去歪曲他很多事情，包括他到晚年的時候有講過決定性瞬間這個概念，他覺得這個東西被神化的太厲害了。成立馬格南圖片社的同年呢，MoMA也邀請了布列松為他舉辦一場大型的這個攝影展覽。進入了MoMA呢，就代表着布列松被更加廣泛的認識了。而且這個展覽呢，它並沒有圍繞着某一個單一的主題去展開，它是按照不同的時期呈現出布列松在不同地域和时間中的一些攝影事件。觀眾也可以看到他早期在歐洲拍攝的一些街頭的日常的場景，也可以看到在後面社会環境中持續展開的這種攝影工作。策展強調的是攝影作為一種視覺語言和判斷方式在創作中的連續性，而不是說題材和事件本身。這個時期呢，布列松的作品呢也進入到了另一個階段，他逐漸的就把注意力從畫面内部的一种張力啊轉向了內容的延伸。經歷過這段時間的轉變之後呢，在1952年他就出了那本《決定性瞬間》的影集。《決定性瞬間》這本書呢本身也很有意思，前半部分基本講述的都是西方社會，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很樂在其中的在尋找一些線條啊、結構啊、光影啊，然後人物啊、構圖上的很多趣味。
後半部分講述的是遠東、中國、印度啊，還有中東地區的一些東西。戰後的時候，他就會關注一些這種事件，拍攝的時候可能就反映更多有情緒的東西了。可以這樣去理解這個事情啊，形式美感的這種決定性瞬間和內容方面的決定性瞬間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之後一段时间，他就把目光投向了远東的地区。在1948年、49年的时候，他来到过中国，拍了一系列照片，然後也出了一本書，就叫《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在這個時期，不用說，中國正在發生巨變，他拍了些照片，就反映了中國當時那個時代下的民生啊、政治啊、經濟啊很多場面。同樣，還是形式的結構張力也被他納入到了內容當中。這個時候感覺越來越熟練了，越來越得心應手的能把兩種東西捏合在一起。就像他自己說，我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影響变成了一個世界。從一個中國到另一個中國，還有莫斯科這兩本書之後呢，他又出了一本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書，是他把早期作品和戰後的一些作品相關歐洲的一些東西整合成了一本書，就叫《歐洲人》。這本書呢，我就感覺很像弗蘭克拍的《美國人》，這裡面也是通過了很多人啊、景啊、物啊、街道事件構成了這樣一本書。他在一個這樣多變和震盪的時代背景下，布列松就經歷了藝術探索和人文紀實兩個非常重要的階段。逐漸的呢，他就從60年代開始淡出了對攝影的探索，回歸到了最初的繪畫。他在晚年也多次表示呢，他已經沒有欲望再去拍攝和記錄一些什麼了。其實最關鍵是什麼？他覺得攝影呢，一旦成為刻意的行為，就失去了它的正當性，並且呢，他說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當你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呢，一切就結束了。所以他就認為說，相對於攝影呢，繪畫是一個更加私人的這樣一個事情，他也不會背負一些歷史的責任。你這種纪實攝影啊，一旦進入到這個世界，面對這個世界，你就會被不可避免的帶入到歷史當中，很難去判定到底什麼是纪實，纪實是不是存在的，客觀到底是不是存在的。你就能感覺布列松他這種轉變，他這種思考，其實能反映出他這個人做藝術、做人，他都是非常有高度的自覺性。他在做決定性瞬間的時候，美國版的前言和原來法語版的前言都不一樣。美國版的前言上就說，我像其他的男孩一樣拿起一個相機，是以一個攝影身份放在前面開始的。但是法語版的前言上來第一句話就是講，我始終對繪畫保有熱情。所以繪畫呢，對他來說呢就很自由。他在晚年的时候就又回到了他少年的时候，就像拿起了真正的速写本，開始繼續自己的這種藝術探索也好，或者說這種自我療癒。他第一本決定性瞬間，這個畫面就是馬蒂斯給他設計的，這些字都是馬蒂斯給他寫的。第二本胡安米羅設計的，都是這種大師級的給他設計的封面。布列松這個人在這個圈子裡邊，應該是口碑啊、人品啊都非常的好。那個時代這種畫界的聯名合作，這個分量有多重？